来吗？还行了啊。Hello， 大家好，我是天津全哥。哎呦嚯，又见面了，跟大伙儿啊！很长时间没更新视频了，没跟大伙儿见面。过年期间确实是比较忙，再加上身体也不舒服，最近呢也调整，所以呢这视频更新的就慢点，实在不好意思。虽然说年也过了，15也过了，但是天津还有句话，正月里边都是年，所以呢这年还没算过去，我给大伙儿拜个年吧先啊，给大伙儿拜年了，过年好，恭喜发财。今天说点嘛呢？咱过年呢，咱就说点过年的事儿吧。虽然说晚点了，大伙儿呢也过去那劲儿了，回去再想想也不错。咱一直说的都是美食，实际上呢，我不是一个美食主播啊，但是咱先从吃的说，大伙儿想听嘛呢，随时告诉我。咱中华民族全体的这个佳节，尤其在天津，这个春节这个说法和讲究更多。现在啊，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提高，过年呢，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是一种这个念想，对吧？不像以前似的都盼着过年干嘛？吃点好吃的，穿点新衣服。按照幸福指数来说，我个人认为啊，还是以前的幸福指数高。过年，在我小的时候过年，那穿新衣、戴新帽，吃各种美食好吃的。放鞭炮，这个玩起来看，这个春节呀，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但是呢，在天津、北京、华北地区这周围，还是格外的重视这个春节。小孩有吃的，有穿的，有玩的，大人呢可以聚到一起，喝点酒啊，聚会啊，这各种形式吧，庆祝这个新年。在我小时候，我觉得比现在的幸福指数那是高多了。只要一进腊月，基本上外边就年味儿就起来了，各种庙会、各商圈，不管是吃穿用玩的，都相对繁荣。作为买卖家来讲呢，年底这块是赚钱的时候。作为普通的老百姓呢，年底得买穿的、买吃的、买用的，买过年的各种东西来回来庆祝春节。所以呢，就是市场极其繁荣，人看着忙忙碌碌，这个年味儿是特别足。这几年都不让放炮了，鞭炮。我小的时候，只要是春节一进腊月，那哔哩吧啦的外边就天天在放了有，但是不像现在似的，一会儿哗放个鞭，一会儿。那时候人的生活是什么水平？就一个一个都是小孩在外边放。春节之前，对吧？那个放了这炮，其实都是零星的。放个二踢脚啊，放点小最奢侈的，可能放点小鞭，也就100头、200头的，对吧？咱从哪说起呢？这个要说吃啊，腊月，那先来到的肯定就是腊八。这个腊八，咱这边很重视的，就仅次于小年儿的春节食物，因为它预示着啊，就是你开始着手准备过年了。腊八是最冷的时候，天津原来有一句话叫拉起腊八冻死俩仨，就是最冷的时候。这时候呢，首先一个就是泡腊八醋。现在老人就我的母亲，一到腊八的时候，买蒜买醋必须都得提前预备好了，就得这天泡。你说早点泡也行，晚点泡也行，不行就得腊八这天把这个醋泡，把这个蒜泡到醋里，封好了，搁好了。到30那天吃饺子才能打开吃这个醋，平常是不能吃这个醋的。这个呢是个死规矩，其实吃不也就吃了，但是不行，必须得30那天才能吃。另外腊八这个呢就是喝腊八粥。腊八粥在我小的时候没有这么丰富，就是搁点花生啊、核桃啊，对吧？核桃仁搁什么的都有啊，肯定是得有枣、有栗子，对吧？有各种豆。
那现在呢就太丰富了，专门有卖这腊八饭的，就是各种的，就是各种的豆，各种的东西，葡萄干啊什么的全往里放。然后这个腊八饭熬好了啊，稀的酱的啊，就是再凭自己高兴，必须得撒点红糖，这一吃，这个腊八饭确实是香啊，好吃。这尤其是以前平常吃的也没现在好，那腊八饭比以前的稀饭粥什么的就好吃多了。这就预示着过年就开始了。过了腊八啊，就后边就到小年了。小年后边每一天都有任务，为过年做准备的，对吧？23糖瓜粘，之前说啊是糖瓜祭灶，这个大伙儿可能都知道。但是呢对于这个糖瓜祭灶这一天，大伙儿可能就知道灶王爷送灶王爷上天，上天言好事是吧？回宫降吉祥，就是这么个令儿。但是呢，在以前的这天其实是挺热闹。你吃糖瓜，你不得出去买糖瓜去吗？就是反正我是喜欢去文化街。以前一进了腊月，小孩们都抖那个风烛，天津叫闷葫芦，蒙葫芦。这个我小时候是1年1个，因为那个它按号算，然后呢每年升一个号，就是抖这个蒙葫芦。23这天去买各种零食，说是糖瓜什么都买，什么豆干糖啊、大梨糕啊、麻酱糖啊、药糖啊，这些个以前你在咱天津的郭师傅郭德纲郭师傅说的相声里都能找着这些东西。那时候呢都要买，就23这天，连各种干果家里需要的瓜子儿啊，那阵也就是瓜子儿，花生瓜子儿、黑瓜子儿、白瓜子儿、干咸瓜子儿，连糖瓜买回来，借着过节解馋，改善生活。解馋就是关键是解馋。这是23糖瓜粘，这24写大字，25扫黄土啊，什么26炖肉啊，什么这些个啊，这个其实呢就是人们给自己安排的这些活儿，对吧？你在年前都让家里焕然一新，对吧？贴上福字，贴上春联儿。然后呢，把吃的都做好了。以前是过了春节的时候，正月里是没有买卖家开业的，基本上没有，因为干完一年买卖家都要歇这个1个月。直到80几年以后，改革开放开始有了，我从那以后就开始都联市了。但是这几年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确实是提高了，这些买卖家赚钱赚的也不少了，外地的人也比较多，所以他们的春节又开始那个。就是休息、关门、停业。为什么我说这个呢？就是说，因为咱以前的所有准备的这些东西，提前买好了，所有吃的。我小时候家里蒸馒头，一蒸馒头都蒸好几麻袋，都蒸好几桶。白菜一买都买好几百斤，是吧？那个为什么？因为它一过年它就都没有了，所以你就必须得有储备够的这个食物。提前都准备各种肉，像我们家我是回民，我们家准备。牛肉、羊肉、酱牛肉，这各种的，现在备好了。现在以前是想要够着一个正月吃的，除夕之前基本都是在准备。真正的到除夕这一天了，家里就开始忙了。这一天呢，可得准备2顿饺子，还有晚上这桌席。第一顿呢肯定是肉的，那个3鲜的虾仁肉啊，那个韭菜白菜，天津基本上就是这意思。这是30晚上吃的，然后呢，应该是过了12点开始包那顿初一的素饺子。过了12点就是初一了，包素饺子。然后初一早晨，这边外边放炮，屋里下饺子，必须早晨吃这个素饺子，图个吉利，这一年素素净净，大吉大利。咱说30晚上这顿饭，那是全国人民。反正尤其是京津冀天津地区，这顿饭是必须得吃在家。30这个回家的这个凝聚力真是太强大了，所有的人都把你召唤回家，这是一个太吉利这么个事儿，是吧？所以说咱中国这个春节，现在全世界都过咱那春节，那真是太棒，因为现在生活水平太好了。想不起来吃什么，就海鲜的吃点新鲜的吧，吃点海鲜，
来点蔬菜，来点平常的不怎么愿意做的，不是说咱做不了，这有不这么愿意鼓捣，不这么愿意去花时间做的。这是30晚上这顿饭，30晚上推杯换盏庆祝除夕，大伙儿互相祝愿，小孩呢给老人拜年拿红包。所以呢，咱天津卫人就讲吃好玩好。30这晚上这个饭很重要，吃好了喝好了，放完了炮，聊好才出来写。初一早晨，你这下着饺子，那素饺子吃着，外边就来拜年来。然后呢，初一饺子，初二面吧，就是这说的素饺子，初二这个捞面也是很重要。初二这捞面不光重要，对天津来讲，以前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就是姑爷节，自行车遍地都是，带着媳妇儿抱着孩子往娘家奔。那娘家那是各种酒菜，尤其这个捞面就准备好了。这个面呢，去可以看我往期的天津那个捞面的那个视频去，那比那个只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必须得是传统的4碟捞面，3鲜打卤，4个配菜。尤其那鲜红的那个粉皮儿，必须得有，这个就是年味儿是太足了。这是初二，初三的盒子往家转。初三的盒子往家转呢，其实就是以前咱那个盒子，就是寓意啊，这个团团圆圆、和和满满都转回来。初四，现在都说烙饼炒鸡蛋。以前呢没有这一说，我一直认为这个就是为了合辙押韵说的这么个初四烙饼炒鸡蛋。初五呢叫破五，剁小人，各种剁。现在剁小人的方式很多，就是以前就是剁白菜，其实也是包饺子、包盒子是这种。有的把那个白菜摆成个人形小人写着剁，有的把写个小人俩字剁的，各种剁小人，这也就是人们的一种憧憬。一顺百顺，没有小人从中作梗。初六呢，以前就说盒子加6，盒子加7，盒子加8，盒子加9，盒子加10，盒子拐弯。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吃过这么多天的盒子。这就是一个寓意吧。盒子拐弯完了，实际上就到15了。这15元宵节吃元宵。也预示着团团圆圆吧。然后最主要的呢是看灯。这个以前小时候都找那个舅舅买灯嘛，外甥打灯笼照舅嘛，照那舅舅，所以这灯得舅舅给买。现在的灯笼五花八门啊，各种灯笼多好看的我看都有，但是呢好像少了点乐趣。在我小的时候，有的好多灯笼纸的都是自己糊的，对吧？可能都有这个体会。有时候弄不好一歪了，或者是一怎么着，这灯笼就着了，就变成火把了。再有那阵就看灯会，15呢踩高跷的，什么划旱船的，各种地方灯会看灯。反正这个正月里边就是热热闹闹。元宵节以后基本上，还有15元宵节，16走百遍，那这2天肯定是热闹。大伙16呢，不管是怎么着，都出去溜溜，是串串门也好，是上哪儿溜一圈也好，把病都溜走了，留在外边，多转转回来，也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这个正月基本上就这意思。到出了正月，2月2，煎焖子、炒蓝白馅、合菜、烙春饼、炒鸡蛋。这个2月2龙抬头，2月2这天要绞头去，得去把头发剪了，干净干净，利索利索。这个呢，这年就算过去了。就那天津那句话叫嘛，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该干嘛干嘛。这个春节实际上这个年呢，在现在来讲啊，节奏都特别快，人就感觉这一年一晃就过来了。都说一晃就过来了，但是也是一天一天过的。你所做的这些个，你所准备的这些年货，还有这个所吃的这些美食，也是一天一天、一顿一顿吃。所以生活呢，还得一天一天过。真的该讲究的还是得讲究，
不能光顾着赚钱。天津卫的这个美食啊，就是这样应运而生，而且非常讲究。那今天就这样，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了啊，谢谢大伙儿，再见，拜拜。